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在马股属于垄断型的电力公司的那个，主要来看看他们未来的发展和有哪一些东西是投资者要注意的。那么今天小编我就来做一集比较特别的影片，来讲讲最近马来西亚风风雨雨的政治风云。对的，小编要来抢卢卡斯的饭碗了，开玩笑啦，我们当然要来看看这将会对股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并看看这一场闹剧将引导出什么新出路和局势，以便股民们可以策划未来的布局。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在这里也想要大家帮小编一个小忙，相信看过我们前几天发布的重大宣布影片的朋友们，应该也知道我们之前旧的面子书专页突然就被消失了。如今想恳请大家到我们的新专页点赞加关注，好让扭转乾坤继续下去，为大家分享股市资讯。新专业的连接可以在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找到哦。好了，那么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课题。首先要知道找到未来如何部署的关键，我们必须埋清我国现在的政治布局，然后再预测这一次的政治风波到底会延烧多久。那么话不多说，马上来看如今丁丁政府的构造。那么这里小编也要声明，在这支影片所用到的数据都是小编不专业的点评，加上我国政治的快速变化，所以一切以新闻为准。那从最新的喜来登政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大体上国盟手上握着的议席大概是114个议席，主要来自巫统的38席、土团党的31席、伊斯兰党的18席、GPS 的18席、马华和国大党的3席，和其他少数政党大概5席左右，这就组成了114席的弱势过半政府。对于不了解的朋友们，我国一共有222个国会议席，要组成政府就必须要有一半以上的支持，也就是112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只是有多2个微差多数票来组成政府。那么为什么去年没有发生政治动荡的事情，但是进到来今年2021年，我国的政治却越演越烈呢？这里我们做了从今年开始的一个政坛时间线，看看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以导致今天的这一个局面，然后来看看他们到底对股市造成什么样的波动。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月12号，我们的最高元首宣布落实这个紧急状态到8月1日。这一天 KLCI 指数先下跌，然后尾盘拉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元首宣布的前几天，股市已经是开始下滑了，意味着其实市场早就对此恐慌。然后在1月18号，凯鲁丁起诉慕尤丁的政府，在失去多数议席后还宣布紧急状态，因为早在前几个星期就陆续有3个国盟的议员退出了国盟。那么如今的国盟在大家的眼中已经是一个没有多数议席的政府，而只是靠着紧急状态之下不能开国会来苟且偷生。然后 KLCI 指数也是连续几天一片红海。然后在1月23号，安华表示多达115名国会议员反对丁丁的紧急状态，并向最高元首提交了上诉信。就在这一天， KLCI 指数是跌了 1.26%。然后来到2月27号，2位西盟的议员跳槽到国盟，再次让国盟成为多数政府，才让股市回归暂时的平静。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之后的几个月，巫统的动作频频，直到最近几乎是到了摊牌的局面。而最近的战场也就发生在我们的国会里头，因为只要一天国会不开，慕尤丁不辞职，基本上如今的政府将会一直维持。所以一旦国会重开，那么股市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就再一次的回到了大家的眼前。就在6月16日，我们的最高元首在接见了各方领袖之后，就谕令国会必须尽快重开会议，而这也就是使 KLCI 指数往下走的开始。基本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在跌，而且外资也写下了从6月到8月6号大约46个交易日，有37个交易日是净卖出的记录。基本上这2个月88%的天数都是净卖出，这也就显示出外资对马股的信心已经非常缺乏。而在一整个跌幅也直到7月8号，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结束后，宣布巫统正式撤回对首相的支持后，才进入横摆状态。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市场横摆没有几天，就在7月26号国会重开的第一天，打主丁的那一番惊人言论
联邦政府早在7月21号就撤销了所有紧急条例。出街后，我们的 KLCI 指数又再一次开始了它向南的征程，之后就出现了国会连续延迟3次，国会延迟到星期一，然后国会被无限延迟的事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元首对打主丁的言论表示很遗憾，这也就再一次推起了倒幕的声浪。那么快转到现在截稿之前，我们的首相是答应了人民和元首，他将在9月的国会以信任动议来证明自己依旧掌握多数议席。那么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买时间，但是这也就让马股将会陷入一个拥有非常大不确定性的月份。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不是说丁丁哥倒台，或者是丁丁哥成功守土，这一切的闹剧即将结束呢？而股市将会回归平定？其实并不显然。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丁丁政府可以在接下来的信任动议中证明自己还握有半数国会议员支持。那么我们先来大致算一算，如今丁丁的政权到底有多少个议席？那就是土团党的31席，伊斯兰党的18席，GPS 的18席，马华和国大党3席，跳槽过来的2席和其余政党的5席，也就是77席。然后再加上国政的31位站出来挺目的议员，但是其中也包含了2位马华和1位国大党的议员，也就是说巫统站出来挺目的议员是28位，而有9位国会议员是还没有在这31人的名单之内。那么28加上77，也就是105席，这离112席还差大约7席，这也是我们的丁丁哥在这个月时间要凑齐的数目。那么要凑到9个人已经是不简单的事情了，如果就算给他凑齐，那么相信也将会是一个少数的过半议席，而这也只会回到之前的原点，也就是其他政党对首相宝座虎视眈眈，继续拉拢国会议员，再次陷入政党斗争。除非这一次丁丁哥真的可以得到大数过半国会议员的支持，才能稳定如今的政局，但是看似可能性非常小，所以第一种可能将会导致马股陷入一个长期的不确定性。那么来到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丁丁政府无法通过信任动议，导致政府垮台而进入大选阶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过往的大选后股市又有怎么样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2008年和2018年大选之后，马股都是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只有2013年的大选出现了一点点的上涨趋势。那么这样看来，国家举行大选也未必对股市是一件好事。如果选举之后依然是一个少数过半政府，那这一切很可能又将回到最初的起点。毕竟如今我国的政党基本上都是势均力敌。那么除了这2个可能性，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性，也就是政党之间的合作。讲下去将会太复杂，如果大家有兴趣，请在留言区告诉小编，可能之后再做一集为大家说明。那么说了这么多，看来我国的政治动荡导致的马股不稳定性还将要继续持续一段时间。而如果这造成了一段小回调或者是大股灾，投资者们将要如何布局呢？这里就容许小编我打个小广告。如今政治动荡，疫情肆虐，美国股市泡沫，是否是股灾即将来临的征兆呢？如果股灾真的来临，投资者又该如何部署？这里小编就有个好消息，扭转乾坤将会在来临的8月14号举办一场10拿9稳马股分享会，主要分析过往股灾的历史和股灾发生的原因，并重点分析10家当股灾来临时需要注意的马股上市公司，价钱只需要148令吉，并可无限重播观看。而且这里小编也有一个福利送给大家，那就是只要加入我们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即可免费获得这个10拿9稳马股分享会，保证物超所值。想加入的朋友们请到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PM 小编报名哦。那么请问大家觉得如今的政治风波将会是一个短期的影响还是长期的影响呢？如果觉得是短期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如果觉得是长期的，请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